进入21世纪，中国崛起之势愈发明朗，中美差距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缩小。中国崛起、美国衰落话题屡屡被世人提及，中国赶超美国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但就在中国发展势头迅猛、形势一片大好的当下，美国却接连发动科技战、贸易战，不惜伤敌1000、自损800，也要压制中国。中美竞争僵局持续至今。经此一事，外界一改此前口风，认为中国误判了美国走下坡路的事实。中国赶上美国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纵观中美往来历史，三大事例表明，其实是美国误判了中国。1950年7月7号，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人的操纵下，拼凑出一支以美军为主，融合了15个国家的联合国军，紧急奔赴朝鲜战场，援助南韩。在新中国诞生不足1年，朝鲜战争彻底被点燃的大背景下，白宫方面判断，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绝不敢插手朝鲜战火。他们认为，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支撑不起一场现代化的大战，且新中国的军事力量根本不足以与联合国军相提并论，甚至赶不上南韩李承晚的军队。况且，中国解放台湾的重任还未完成，其战略重心在南方，根本无暇顾及北部局势。这时，中国政府若是选择出兵朝鲜，将使新中国陷入经济崩溃、军事失败、社会动荡的绝境，甚至引发新政权的垮台。基于此，美国人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美国的决策不无道理。在中国正式做出援朝决定之前，中共中央针对出兵利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得出的出兵利弊与美国人的结论相差无几。但西方世界低估了毛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国家领土的决心，以及不惜与世界最强国家一战的魄力。美国人的目的从来都不仅仅是朝鲜，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进而染指中国领土，才是其野心所在。这一点，中国政府自然清楚无比。所以，早在朝鲜战火燃起以前，毛主席就对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做出保证：一旦你们打起来，中国军队将会严阵以待。美国人只要打到北朝鲜，我们一定打不去。1950年9月15号，美国登陆仁川后，北朝鲜局势急转直下。周总理随即代表中国向美方发出警告：中国绝不会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会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友邦大行侵略之举。可对于中方的警告，美国决策者却认为是虚张声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轻蔑地表示，周恩来的发言不值一提，他们随时可以否认说过的话。朝鲜战场指挥官麦克阿瑟更加嚣张，他不仅直接无视了来自中国的警告，甚至开始策划如何将美国部队在满洲里和苏联之间铺开。他笑笑道，就算中国的军队来到朝鲜，也绝不可能维持10000人以上的规模，最多出动几千人做做样子。美军还宣称，只要我们再向仁川运送一支部队，中国政府就会马上被震慑住。然而，当中国志愿军大军越过鸭绿江扑向美军的那一刻，美国人才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更大的失误是，他们严重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白宫在获悉中国军队已经开赴朝鲜后，不以为然地表示，中国军队武器落后，缺少现代化战争经验，来到朝鲜与联合国军对上，无异于送死。麦克阿瑟则是狂妄地宣称，将会在1个月内解决所有的问题。可美国人万万没想到，中国军队自踏上朝鲜半岛起，便风驰电掣，接连打响5次战役。未尝一败的美军遭受当头一棒，不得不败退至38线一带。美国人直到现在也无法想通，中国人哪来的勇气敢和美军正面一战？志愿军又如何无视装备武器、后勤补给等军事要素的鸿沟，将美军打退至38线？这是美国对新中国做出的第一个误判。苏联宣告解体后，中国就是下一个被颠覆的国家，社会主义将迎来历史的终结，这也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另一误判。苏联垮台、东欧巨变让美国战略家们认为，苏联的崩塌给了中国致命一击。中国目前已经来到领土分裂、政治崩溃的边缘，下一个垮台的就是他们。取得冷战胜利的美国人欢欣鼓舞地宣扬着自己的胜利，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抱以极大乐观。尼克松出版了纪念美国胜利的书籍《不战而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提到，中国的发展好于印度，但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末将迎来彻底失败。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断言，没有能够代替西方自由主义的体制和思想，这是我们胜利的首要表现。在美国政要们看来，苏联的落败已经标志着西方自由民主的绝对强大，没有任何政治价值足以与其竞争。苏联的终结俨然宣示了自由民主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最后一战。而后，东欧各国的迅速西化也似乎再次印证了历史终结说绝非虚言。1975至1995 20年时间里，世界版图上的民主政体增加了 20%，
而同一时期以苏联为代表的权威主义政体却锐减了 40%。苏联这杆大旗的倒下，牵一发而动全身，似乎彻底宣示了社会主义的倒下。在资本主义近乎席卷整个世界的大潮流下，中国除了改变方向走向西方之路以外，难道还有别的出路吗？可历史就是如此的令人意外，苏联的倒台并不代表中国的终结。在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道路之外，中国人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成功帮助中国摆脱困境，重新走向振兴。美国人之所以会误判中国的结局，是因为没能看到中苏两国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未能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西方政体的优越性。这次误判源于美国人的盲目自信，以及对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轻视。中国将会在崛起途中自行崩溃，这是美国对中国的又一误判。中国崩溃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彼时中国做出改革开放重大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决定将市场化引入中国经济轨道。美国人错误地认为中国此举将会给自己带来一场和平演变。在与世界市场接轨的过程中，中国要么会逐渐步入西方轨道，要么会因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性矛盾引发整个国家的崩溃。只可惜美国人再一次低估了中国，我们按照自己的国情进行经济市场化，但并未引入美国的政治民主化。西方世界固执地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西式民主政治，中国经济市场化就是向西方整体转向的标志。在中国之前，不管是欧美世界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几乎都遵循着这一发展规律。可中国偏偏创造了一个奇迹，我们在立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完美实现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分离。中国没有步入西方发展轨道，更没有出现政体与经济体制相冲突，进而引发自行崩溃的局面。可美国仍然不信邪，偏执地认为中国的发展之路不足以支撑我们走向崛起，终生只能做一个普通大国。进入21世纪后，美国仍在不遗余力地渲染中国崩溃论，这是对世界人民的误导，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诋毁。但这也恰恰反映出了美国对中国发展潜力的恐惧。美国人的骄傲和对中国的偏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中国的发展潜力做出正确的评估。1997至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陆续出台5次全球趋势报告，以预测世界主要国家未来发展情况。一开始，美国人将对中国的预测集中在能否实现经济现代化，后来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增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1997年，美国的全球趋势报告认为，中国70%人口仍生活在农村，要想实现全国范围的现代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2000年，美国仍不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报告认为，中国加入 WTO 后会面临结构性的产业调整，再加上全球范围内的信息革命、愈发强化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都将引起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动荡。可到了2004年，美国人的2020全球趋势却一改口风，不得不承认中国极有可能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可即便如此，美国人还是小看了中国。2005年，中国赶超英法，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将德国甩在身后，位列全球第3。2010年，中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跃将日本赶超，比美国人的预期早10年，成为全球第2。中国用自己一次又一次跨越式的发展，再次狠狠打了美国人的脸。纵观中美两国交往史，美国对中国的判断和预测从未停止，但几乎无一例外，全都出现了偏差。现如今，美国再次错误地认为中国不敢正面抗衡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全面打压。可中国偏偏再次选择迎难而上，与之抗衡到底。美国人还偏激地断定中美关系是下一场冷战，认定中国崛起之后将会首先挑战美国的霸权。基于此，美国人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展开围剿与遏制，却全然无视中国提出的人类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关乎人类共同福祉的大略方针，是中国屡屡释放出的友好信号与不顾。从上世纪50年代到今天，美国从来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敌对态度。但时间和历史会证明，美国人的判断错得有多离谱。美国将中国视作威胁，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了。这些年来，中国也早就已经习惯了接受美国这样的敌视。有一些美国网民对此却并不理解。在美国的某问答网站上，一些美国网民便发出了提问：为什么美国如此害怕中国的崛起，却不害怕日本、印度这样的国家？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如此害怕中国的崛起呢？中国又会如何应对美国的打压与封锁呢？中美两国之间这场激烈的博弈又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呢？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就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联系。
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非常迫切的需要来自美国的各种援助，而美国也急于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结局中拉拢中国一起对抗苏联，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结成了合作伙伴。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时不时还会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但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并没有将中国当作潜在的对手。直到本世纪初期，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的举措，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美国才逐渐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万事依靠美国的小伙伴了。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美国政府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些要求打压和抵制中国的声音，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2位之后，这让美国人感到更加恐慌不安。于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就此开始。美国不仅全力限制中国的芯片技术发展，同时也通过加征高额关税的方式，禁止中国的产品直接输入美国。以美国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他们的确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初，给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很快，中国人就找到了在这场博弈当中生存下去的方法。我们通过扩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逐渐掌握了对美博弈的主动权，同时有效地弥补了美国加征高额关税之后，我国企业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美国人逐渐发现，中国原来并没有那么好对付。在连续几年的制裁和打压手段之下，中国不但没有变得更弱，反而是美国在脱离了与中国的经济接触之后，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原先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和工人都要靠着对华贸易吃饭，在中美两国爆发了经贸冲突之后，这些美国的企业和工人就失去了饭碗，他们也因此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最关键的是，中国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面对美国接二连三发起的对华制裁和限制性措施，中国也很快拿出了反制的手段，而美国也展现出了孱弱的一面。似乎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也真的成为了美国的威胁。中国的第一个反击手段表现在金融市场上。自从美国加强了对我国的打压措施之后，中国选择通过不断抛售美债的方式来增加美国的金融压力，因为美国政府长期保持着不健康的财政状况。到了如今，美国政府几乎所有的运转资金全部都要依靠借债来维持，美债也已经达到了35万亿美元之多。这个数字不仅仅相当于中国、英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经济总量之和，甚至还相当于美国自身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倍。中国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抛售美债，无疑大大削减了全世界金融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中国又一次选择做出了抛售美债的动作。经过这一番动作，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已经下降到了7684亿美元。更有意思的就是，连美国的铁杆盟友日本也紧跟着中国的脚步开始抛售美债了。尽管日本在抛售了220亿美元的美债之后，其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依然超过了11000亿美元。中日两国接连抛售美债，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的第二个反制手段来自于贸易管控。根据我国新出台的稀土资源管理办法，我国政府将来会进一步加强对稀土资源出口工作的管控力度，并严格打击稀土资源走私活动。众所周知，美国的军工企业想要造出举世闻名的装备，就必须要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稀土资源。在中国宣布对稀土资源加强管制之后，许多美国的军火商立刻就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地步，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稀土贸易供应链当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可偏偏美国又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将这两个国家统统拉黑了。这一番操作相当于斩断了自己的手脚。中国的第三个反制措施来自于文化交流领域。今年我国已经宣布对数十个国家的公民采取了免签措施，这无疑是在西方世界里释放了一颗重磅的文化炸弹。来到中国之后，很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印象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西方国家媒体此前针对中国做出的一系列妖魔化宣传，在这些现实面前全部宣告破产。当西方各国的民众看到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之后，很多人甚至会因此对美国的国家制度产生深深的怀疑。比如，有外国网友就在国外知名的视频网站 YouTube 上指责美国某些地区的治安环境过于糟糕。面对中国在文化领域发动的反攻，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因为他们不可能完全拒绝中美双方的民间交往活动。我们在观察了目前中美两国的政治态势之后，不得不承认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实：当前主导美国政治局势的政客大多都崛起于冷战期间，甚至包括美国的现任总统拜登也经常会说出一些冷战时期的旧观点。这些政客的头脑里还保留着大量冷战时期的思维，
在他们看来，中国只不过是一个经济上更加强大的苏联，他们根本意识不到中国不是苏联，也不会成为苏联。苏联在上个世纪与美国进行了数十年的争霸博弈，但中国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同美国竞争，而是想让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中国虽然和苏联一样奉行着社会主义的制度，但中国推行的并不是像苏联那样的霸权主义外交策略。在中国的外交策略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平等地看待彼此，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外交团队才会不断地在中东局势、俄乌冲突中倡导和平与谈判，尽可能地帮助各方凝聚共识，避免冲突。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所做的这一切的确触动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称王称霸的根基。于是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来与美国竞争全球霸主的位置。8月1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最新版美国国家反间谍战略文件，也只不过是这场世纪性的博弈棋局中一朵小小的水花。它改变不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的颓势，改变不了全世界人民追求独立自主的决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只是对当前的世界局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国际政治现象，未来的世界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要求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权益的声音。只不过，中国恰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上，成为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那么，中国自然而然的就会挑起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希望，来同以美国为中心的旧秩序做斗争。放眼当今的世界，只有中国在全心全意地推动全人类的发展，也只有中国才拥有完全颠覆旧世界秩序的能力和魄力。对于这一点，美国的政客也看得无比清晰。所以，中美之间的对抗与博弈就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中国的身后站着的是全球几十亿渴望公平与发展的民众，而美国所代表的国际精英主义者，未来一定会淹没在世界人民的浪潮之中。未来不仅是属于中国人的，更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当前所做出的一切挣扎，都会成为旧世界秩序的葬送剧。一套更加公平、更加光明的体系，将在旧秩序的废墟上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光芒。